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东来。这个很久没有出镜过了，之前连续去这个摩洛哥和这个老挝放了差不多1个月。这个东西呢 ，PS5 一点都不新鲜，毕竟他们20年底就发布了，到现在差不多也得有个3年半了。之前这个 PS5 刚上市呢，还一直加价，5、6千块吧。好，我觉得当时没买啊。加价不是核心原因，是因为真的是没有什么真正的 PS5 大作。然后直到今年的618，我一看，价格好像还不错，然后我就想入手一台，刚好也是去年底刚刚更新的 PS5 Slim 轻薄版。所以我当时都在想，这个算不算19年入国军哈？但是我一想，其实第一，现在价格还比较合算；第二 ，PS5 的这个游戏作品在可以玩的还是有一些了，所以趁着价格便宜，我还是买了一台。它有很多这个版本选择啊，什么日版、港版、国行，我最后呢是选择了国行和这个原神一起联名的这个原神套装。我们今天就来开箱看一下吧。我上次自己买这个游戏机，应该都已经是18年在日本，当时这个新疆大哥豆芽说刚好这个 Pokemon 那个 Switch 这个发售了，我一看真的是刚好上市了，然后我帮他带了一台，自己还买了一台。至于后面什么 PS4 Pro 那都是朋友送我的了，所以这次我也算是好多年没有自己买过全新的游戏机了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开箱看一下。是个套装，我来先开主机啊，上面也是有一个封条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大概的外观啊。主要呢就是一些 PS5 的机器的简介，还有一些原神相关的包装，还是很索尼的，也很原神，还是蛮有意思。来吧，上面有一个封条，我直接开了就不能退货系列。然后虽然是轻薄版，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包装还是蛮大的，这个样子。也是像个抽屉一样是吧？一个人还有点不好盖。这个也太逗了，我懂了，里面才是 PS5 真正的原始包装的样子。外面呢就是加了一个原神的这个图案。好，这个先放一边。好，里面这个盒子是没有封条的啊。那很有意思啊，你看到没？这个老的包装，或者说以前包装这边都还写了一个8K， 现在外包装把8K 都去掉了，因为这个不大现实。还是你就说有个4K 120帧 HDR 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对，背面呢就是它的一些算是 PS 上的代表作吧，对吧？比如有这个蜘蛛侠、地平线、雷莫、战神，确实蛮有代表性的。来，那我们直接打开，这个也没有封条，直接开啊。先拿出来了一条电源线啊，这个就是中规的嘛。然后这2个小配件很有意思，一会儿来说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就超小的，千万不要搞丢了。然后再打开，打开里面我看啊，这有一个 HDMI 的线，这边有一个 Type C to C 的线。然后这个东西，我之所以想从 PS4 Pro 换到 PS5，这个东西要占很大的原因。最新款的这个手柄，据说这个震动呀、手感各方面会好不少。当然，这个东西也有精英款，所以我先试试这个基本款。当然，今天只是开个箱了，然后我继续看还有什么东西，还要让我从里面横着抽出来。这边就是有一个国行的这个快捷参考指南说明书，然后来也是像抽屉一样把它抽出来。好，里面都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原神套装里特别有的东西，它有一个原神启动套装兑换卡，后面这边会有一个刮开有密码，你就可以在这个游戏里获得一些道具。然后这边呢是它的安全指南，背后有它的这个保修卡。那国行的好处呢，就是可以这个享受这个官方的质保啊，万一说这个机器出了问题，你要买海外版本，这个保修就比较麻烦了。国行这一点就比较好。对，然后这个就是它机身的主体了，包装很简单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安全度应该还是没有问题。这样2个纸质的东西，没有用泡沫，还是蛮环保的。这个就是主机了，用了一个类似于珍珠棉的东西。这个体积我感觉跟我的 PS4 Pro 差不多，比之前老版本的这个 PS5 确实还是要小一圈，重量也确实还好。对，虽然没有到旅行的这种程度。然后看一下这个外观啊，依旧是一个白色配中间黑色，当然白色这个东西是可以替换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封条，我把它撕开。这个 Slim 有个特别的外观呢，就是
上面这一部分是光面的，下面这部分是那种磨砂雾面的，还蛮有意思。我买的呢是一个光驱版本，所以看到这边是有一个可以进这个蓝光光碟的，它也有数字版，但是我呢更多是玩这种光碟款的。对吧？你玩完了还可以卖掉回血，所以我就还是选择这个光碟款。这一次 Slim 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，就算你买了数字版，它其实后期也可以单独买这个光驱。当然，那光驱卖的挺贵，官方好像卖700块，所以你就直接买光驱版就好了。你要老的话，你买了数字版，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升级成这个光驱版。好，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外观的样子。所以这里面的东西其实还是很简单的。一个手柄，而且这次机器你就只能这样直接立着放。那以前其实它还有一个下面有一个底座，这次没有送，你单独去买的话还挺贵的。我就准备这样立着放了，放在我的卧室电视前面。然后接口的话呢，前面是有2个 Type-C 的接口，一个电源按键，然后这边有个光驱的这个按键，然后背面呢有2个 A 口。一个网线口，一个 HDMI， 然后一个电源线就没了，也还是很简单。刚刚送的这2个小的东西很有意思，真的很简陋啊！它就是可以让你这个机器横着放，用这个卡榫，像2个兔耳朵一样卡在这边，哎，很有意思，2个支脚，然后呢就可以，哎，这样放着了。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PS5 Slim 的横置的状态。这次这个呢，机器的性能是没有什么提升，跟 PS5 相比啊，但是呢，它这个主要就是多了一个可拆卸，然后还有一个啥呢，就是说它的硬盘从大概800GB 升级到了1TB，你可以多装1到2个游戏了。我靠，这个，哎，好吧，简单粗暴啊，它是这个就是4个盖板，直接扒开看一下，然后呢，它应该还给你留了一个 SSD 的卡槽。好，这2边打开以后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是，应该就是里面是它的主板，然后这边就是它的这个散热风扇在这边。好，另外一侧呢就是也是风扇，来管它的，打开瞄一下嘛，来都来了。好，就直接拔就开了。对，上面的是光面，下面的是雾面。好，这个位置依旧也是一个风扇。好，这边就是它的 SSD 扩展槽。你要是觉得你都是数字版的游戏的话，你还可以再给它扩展。好，然后我再拨一下光圈这边，光驱这边。啊，这个设计细节还是很有意思啊。这边是它的这个三角形圈插框，对吧？这个有一个凸起的小 logo， 还蛮有意思的。好，这边就是它的这个可拆卸的光驱了，就可以看到凸出来这一块是可以完全的取掉的。好，这个就是一个 PS5 的主机，确实还是轻便了不少。我觉得你真的要拉个行李箱，对吧？出去旅游也想玩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好，这个是它手柄，感觉还不错哈。啊，回去试一下，白色也还挺漂亮。我没有买双手柄套装，是因为我平时我感觉就我一个人在家里玩，省点算点嘛。但是呢，这个套装里还多送了一个这个东西，是索尼这个原厂的这个手柄的这个充电底座，我也拆开来看一下。它这个底座应该单独卖200块，然后我看当时这个很搞笑，带了这个充电器的套装，它居然比不带的便宜几十块，那我想都不想了，直接买这个带充电器的版本了，对吧？就算一个手柄，我也可以立在这边充电，优雅一点。我们打开看一下啊。索尼原厂的这个充电底座也是有个说明书啊，带一个这个变压器、电源，一条这个线和主机上的线一样，也都是中规的。好，然后真正的充电底座本体就是这个东西，还蛮小巧的。这个外观风格跟这个主机还蛮搭，它就是把这个东西立在你的桌子上，然后呢接上电源以后，哎，放上去就可以充电了。就这样放上去就充电了，然后呢是一前一后，哎，放上去，轻轻的卡一下，就这样，放在那儿好看一点嘛，优雅一点。OK， 这个大概就是充电座的样子，可以放2个，对吧？这个以后万一家里要是有小姐姐啥的，我就可以再多配一个这个手柄，立在那边，一起玩一个什么分手厨房啊，或者是那个双人成行啊，应该还是蛮不错的。大概就是这个 PS5。最新的这个轻薄版的样子，
然后呢，这个机器我刚才说，现在买它合不合适呢？我觉得是蛮合适啊。首先第一个价格挺合适，我这个套装啊，你看送了原神的这个兑换券。然后还送了这个充电底座，一共再加支付优惠，我记得差不多刚好是3200块钱到手。我还用了一张之前别人送的1000块的礼品卡，所以我只花了2000块钱出头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价位没得说。其实我刚开始为什么想到现在买这个，其实也是因为关注了最近很火爆的这个黑神话悟空嘛，对吧？我就在想，如果说我要想在我的 PC 上面玩，那我还得去升级一个好的显卡，那至少大几千块没了，对吧？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其实现在已经很不习惯坐在电脑前面玩游戏了，我就喜欢在我的卧室。刚好我卧室是挂了一个索尼之前的旗舰电视，77寸的 A9 机 OLED 的一个屏幕，效果真的非常好。这个电视我觉得用这个 PS 应该是画面是有加成效果的。我就躺在床上用这个手柄玩游戏，特别爽。所以我后来想，我买显卡，我还不如就买个主机。主机虽然它的这个显卡性能顶不上现在最新款的这些显卡，但是第一它便宜，第二游戏优化做得好的话，它至少你是不用去担心它什么散热呀、卡顿，对吧？这个东西我觉得单纯从玩游戏的角度来说是比较省心的。好，所以呢现在呢我就觉得价格便宜，第二呢游戏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大作。我昨天晚上都才刚刚下单了这个战神5，还有这个漫威蜘蛛侠1代，因为他们就是去年刚出了2代，所以1代现在非常便宜。你买一个1代现在才100多块钱，要啥自行车，对吧？你买完了还可以把它卖掉。然后呢，我手里还有一些没有玩完的这个 PS4的游戏，你比如说 FF7 重置版的这个上半部分了，最近都已经出下半部分，我上半部分还在烂尾中。这个它是可以直接免费升级到 PS5 版本，然后那个它的存档是我可以上传到云服务器，再回到这个 PS5，就无缝切到 PS5了。然后还有比如什么《荒野大镖客2》，这个没有出 PS5 版本，也还没玩完，刚刚开了个头。但是你用 PS5 来玩的话，多少会更加流畅一些。所以我觉得你现在买一台 PS5 Slim 还是蛮香的，对吧？你这3000块要啥自行车？然后呢，还有很多人现在比较纠结的就是，据说这个 PS5 的 Pro 版本是不是快要上了？那肯定性能更强。但是第一，最快可能都要到年底；第二呢，就是刚上来嘛，加价嘛，对吧？那我估计本来据说官方就要提价100美元，那到时候没个5、6千块你就别想了。所以说早买早爽吧，现在游戏也不少了，所以我就搞这么一台 PS5 Slim， 我觉得，对吧？在家待着的时候玩一玩还是挺开心的，还是有很多经典游戏，毕竟出了3年多了吧，多多少少也有一些 PS5 的游戏还是可以玩一下。OK， 我再来说一下关于几个这个版本的选择啊，就很多朋友他会去选这个港版或者日版，他们会觉得可能需要港服或者别的服务器才有那些游戏下载。其实你选国行版本也没有问题，你找一个商家帮你做一下备份就 OK 了，也是可以用港服的。然后的话呢，就说这个国行的好处就是有2年的保修，然后主要就是这个原因。日版的话呢，就基本上没有保修了，都是电保，会比较麻烦一点。所以我觉得价格好的时候直接买国行就好，其实都一样，东西其实是没有差别的。OK， 那就先这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